沈听兰，英基航空的总裁，我和我丈夫的上司。据说他饮食上喜生烟，而床事上更是生母无度。5分钟前，我患有无精症的丈夫李林将我送给了他。沈总。冷？没有。叫什么名字？沈总，做这种事也不用5星好评吧？用不着报名字吧？不愿意的话，出去。对不起，沈总。愿意。愿意的话，不要一副我要抢你的样子。脱了。吴秘书，这是沈总给你昨晚的奖励，这是你的衣服。孟助理，沈总下午要去绅士开会，需要你的陪同。孟助理，吴秘书，李林可没说要做助理的事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看搞错了人是你吧？沈总说了，昨晚只是对你的考察，沈总满意了，你们才会有谈下去的本钱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你老公李林也知道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问他。不用了，我相信我老公李林。吴秘书，我和沈总是银货两讫，我昨晚陪他睡了，他就理应的按照和李林谈的条件履行承诺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喂，老婆，你在哪儿？李林，我想回家。回什么家呀？沈总不是说让你作为助理陪他出差吗？你赶紧去，别耽误了时间。李林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老婆，你昨晚借种那事儿成了没？没有，他也只有做错事。你怎么就不能……李林，你是在怪我？没有。老婆，你别乱想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反正你昨晚也没成，不如再陪沈总几天，等我坐上分公司项目经理的位置，你再……李林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老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也没有想到沈总那么喜欢你。老婆，你再忍耐几天，沈总可是答应我了，等事情结束后，就愿意帮你娘家还上所有的债务。你不为我想，也得为岳父岳母想想吧。你弟直接进了局子还好，可你爸妈年纪大了，得天天受到那些要债人的骚扰，你总得心疼他们吧。老婆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我别无选择。啊，沈总，登机时间马上到了，咱们还等吗？不等了，走。沈总，下次别浪费时间。是。沈总，您可算来了。廖佳颖、沈听兰的
绯闻女友。这位是？啊，你好，我是沈总的助理穆婉成。原来是沈总的助理，这么快就知道沈总也喜欢白色了。我送的。沈总，咱们先进去吧，陈总他们都已经等好久了。孟助理，麻烦你先去休息室等我们吧。不用，让他跟着。可是，是沈总。陈总，叶总，陈总，叶总。沈总，这是……陈总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沈总的助理孟小姐。以前没听沈总提过身边的这位助理啊。昨天晚上刚找的。这个沈听兰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吗？陈总好，叶总好。好，坐吧坐吧。孟晚成，坐这儿。可是这个位置……需要我再说一遍吗？孟晚成，沉住气，你现在还不能得罪他。陈总、叶总，来。看我做什么？吃啊！孟助理还真是不一般啊，居然能让沈总这么体恤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孟晚成，你和沈听兰睡过吧？廖经理，这误会可就大了。要是被沈总知道，他会不高兴的。还算聪明，不过我也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别以为跟沈总发生点什么，他就会对你认真。男人嘛，总会有那方面的需求，他当然也不会例外。比起在外面找，他确实会找一个更干净点的人。廖经理，我又不是草船，您这箭就别往我这发了。你以为沈总为什么能相中你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像他那个……孟晚成，沈总，您这是谈好了吗？吃饱了吗？饱了。吃饱了，就回酒店休息吧。孟助理，你的房间在3楼。沈总，您的房间在5楼，正好分公司有些事想向您请教，我陪您上去吧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回酒店房间了。沈总，那咱们分公司的事儿之后再说，我有事儿要忙，你先回去。老婆，求求你接我电话，我想你了。喂，老婆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怎么了？沈总在你身边吗？不在。老婆，沈总跟你提让我做区域经理的事没？没有。你还有别的事吗？你怎么回事？他不提，你怎么也不提啊？你白陪他睡吗？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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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忙。你离婚吧。
沈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多想，我不是想娶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已婚的身份不太方便。沈总，我这个助理的身份也干不长久，您就没必要在乎我已婚还是未婚了吧？你说怎么办？我就是一个在意细节的人。我是不会离婚的，而且我和李玲很相爱。相爱，相爱会把你送到别的男人床上。沈总，这是我的私事，请您就不要过问了。果然人还是教不会人，南墙可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沈总，您答应我和李林的事儿。答应你们的事儿，我会办到。不过，在我面前，你最好不要想别的男人。睡吧，明天早点回去。吴秘书，准备一份孟晚成和李林的离婚协议。沈总，您辛苦了，我们家晚成给您添麻烦了啊。还好，不麻烦。来，沈总，您请。孟晚成，快点上车，沈总很忙的，别耽误他时间，快点儿。今天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把南庆代理商的资料整理上，送到我办公室了。是，沈总。原来沈总不是让你上车呀？这样的男人不离婚，留着过年啊！开车。老婆，刚刚在机场，沈总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工作上的事儿。那沈总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时候提我当区域经理？不知道，他就是让你等消息。那你以后多催催他。还有，昨天晚上你们两个，他有没有弄进去？他有没有弄进去？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。我不问你，问谁？你们两个天天……李林，我是你妻子。老婆，我知道，是我让你受委屈了，是我让你怀不上孩子，你还要承受外界的压力，是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没用，我不是个男人，我……好了，别打了，我下次再想办法。老婆，你对这个家的付出，我都记在心里，我这辈子都欠你的。你先起来吧。好，老婆，那你先休息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好。老婆，来，好喝吗？再尝尝这个鱼肉，这鱼我可是看着火候的，鱼肉可嫩了，还很入味儿。好。
小心刺。老婆，你吃，我去拿。是沈总的，沈总电话。喂，半个小时内到乐品轩3号房间。老婆，待会儿记得找机会用这个把套扎破。李林，你就真的不在乎替别人养孩子？老婆，是我没用，这辈子注定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你放心，等我升了职，你也有了孩子，咱们一家就关起门来好好过日子。去吧，老婆，辛苦了。过来。怎么来的？打车来的。说实话。沈总，您是想听是我老公送我来的这种话吗？坐。离婚的事情想得怎么样了？明天去和李林把婚离了。沈总，我说过了，这事我没法答应你。我不懂，李林有什么好让你值得留恋的？我也不懂，沈总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婚呢？我于你而言只是一个过客。如果我离了婚，你倒是方便了我随叫随到，可我呢，只不过顶着一个离婚女人的头衔，什么都不剩下了。那李林呢？他能给你什么？至少在结婚之后，他对我很好，他重视我。我从小原生家庭不好，是李林给了我以前没有的爱。爱？你觉得他爱你？他当然爱我。那好，你现在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来接你。喂，老婆。李林，我想回家，你来接我吧。老婆，你跟沈总结束了？这才不到半个小时啊！李林，我说我现在想要回家。好好，我现在掉头回来接你啊。沈总，李林会来接我。好，我送你。冷？您别脱，我不冷。好。不穿我衣服，这样总可以吧？沈总，您别这样，万一被客户看到了，您跟一个已婚女人举止亲密，对您影响不好。你是在关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自己？担心公司。生意场上没人关心这个，只关心利益。完成。沈总。沈总，去蓝湾华府。啊？嗯？
哦，好的。沈总，您干什么？去蓝湾华府。婉成，那我们把沈总先送到蓝湾华府吧。辛苦了，小李。哎，不辛苦，能为沈总服务是我的荣幸。既然已经把我们送到了，你就先回去。啊，琳琳，琳琳，你说过要带我回家的。对不起，老婆，你好好陪沈总，等我忙完就来接你。琳琳。路上注意安全。谢谢沈总。这就是你口中的爱，你呀，真够傻的。我们该上去办正事儿了。老婆，你别怪我也是为了我们两个好。你只要能早点怀孕，就能早点离开沈总。琳琳，你是爱我的，对吗？当然了，老婆，我当然爱你。如果不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，我怎么舍得把你推给沈总？老婆，你说过，婚姻之中最忌猜忌，所以无论怎么样，你都一定要相信我，好吗？我只做这一次，如果不成功，我不会再做了。好吧，那你今晚先试试。孟晚成，你在做什么？孟晚成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背着我，在做什么？我只是好奇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最好没有骗我。不过，亮你也没有这个胆子。如果让他知道我想做什么，我和李莲一定没有好下场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我去洗澡。我帮你。不用，不用！看来今晚是没有机会再使用胸针了。把字签了。这是我一早草拟好的你和李林的离婚协议，你签了字，其他的律师去办。沈总，我说过了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即使李林那样对你，你也不愿意？是。为什么？我们这段关系是短暂的，我不会因为一段短暂的关系去破坏我长久的婚姻。沈总，您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婚呢？您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婚呢？我说过，为了方便，我需要一个在别人眼中没有把柄的床伴。
所以就可以随意处置我的婚姻吗？沈总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的微不足道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确定不签字吗？我确定。孟晚舟，你就这么爱丽丽？即使她只会利用你、欺骗你。李林他不是在利用我。你可真够天真的。如果我告诉李林，她只要愿意和你离婚，我就立刻同意把她升为区域经理，你猜她会不会答应？老婆，你说过婚姻之中最忌猜忌，所以无论怎么样，你都一定要相信我，好吗？李林是不会和我离婚的。那好，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他像你说的那样，不会为了前途和你离婚，那我就按照诺言给他区域经理的位置；反之，你就乖乖地待在我身边。我相信李林。你就这么笃定？要不要听听李林的选择？沈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半个小时前，我让人把李林也接了过来，同样也给了他一份离婚协议。这个时候，他应该也做出选择了。进来吧，沈总。婉成，想好了？是。看看他的选择吧。看看他的选择吧。李林，离婚是你的真实意愿吗？是。那离婚协议也是你自愿签字的了？是我自愿主动签字的。很好，丽丽，能把自己的老婆当作人情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男人。李经理，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。经理，沈总，您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做区域经理了？当然，我沈听兰是个说到做到的人，不过得婉成也签字才行。我能做区域经理了，我可以做区域经理了。那二位，你们先聊。老婆，滚！婉成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没得选。没得选。琳琳，你知不知道签了这份协议就等于把我卖给了沈听兰？老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用。你跟在沈总身边，总比在我身边受苦好啊。我只是为你找一个更好的出路啊。来，婉成，把字签了。沈总这么有钱，又喜欢你，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那我要是不签呢？都到这地步了，你赶紧把字签了吧。你把话说清楚，李林，到什么地步了？非要我把话说出来是吗？孟晚成，你都跟别的男人睡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孟晚成，你都跟别的男人睡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林，我和他上床不是你送的吗？别说的好像跟你不愿意似的，我又没把刀架在你脖子上。你都应该感谢我，没有我，你能攀上有钱人？李林，你现在真让我感到恶心。你李经理想做什么？没有。
我让婉成签字呢，签字。滚！怪我毁了你们的婚姻吗？放心，离婚协议里除了你应得的那部分财产，你们的房子也归你，你不会吃亏的。后续的事情，我会派律师来帮你处理。既然你打赌输了，那以后就乖乖的待在我身边。这个给你，这是你弟弟欠的借债的字据。这笔钱我已经帮你还上了，从今以后，这个字据再也不会连累你们家了。为了这一切，还真是让沈总破费了。放心，会让你还的，还不起就肉偿。您放心，沈总，我不会缠着你的，我会想办法尽快还你的钱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黏呀黏呀的？穆婉成，你有必要跟我这么生疏吗？沈总，我们不合适。哪儿不合适？就算我现在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的关系有走到头的一天，或许哪一天你就厌倦我了。你有钱有权有名有利，单身生活对于你来说就是夜夜笙歌，无拘无束的快乐。可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，我就想有个家，就想有个老公，就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我就想有个安稳。你所谓的安稳，就是跟李林在一起的那种安稳。你离开他了，难道你就不安稳了？你现在除了没有老公，该有的你都有了。你所谓的安稳，如果是别人给的，那这日子过得也是患得患失。那你呢？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听话。好。那如果沈总厌倦我了，或者有新欢了，麻烦请提前通知我，或者等我还清了你的钱，我们就结束这段关系。可以，吃饭去吧。我让吴佳明买了早餐过来。好。吴秘书，沈总，孟晚成的弟弟孟俊已经被保释出来了。沈总，属下不明白，如果您是因为那边的原因才和孟晚成，那您只需要李林跟他离婚就行了，您为何还要如此帮他？您为何还要如此帮他？一些蝇头小利就能换回一个女人的死心塌地，这笔买卖很划算，不是吗？我是个公平的商人，收了货就要付出一些筹码。我只是担心您被孟晚成那个女人给迷惑了，真的陷进去。怎么可能？不过是一个暂时让我感兴趣的女人罢了。
莫童，你真的打算这些天回国去找沈听兰？是，等我办完离婚我就回去。当年我爸的公司出现了资金断裂，家里情况糟糕，听兰又处于刚刚创业的阶段。我为了我爸，不得不出国嫁给了周卓阳。现在我爸的公司也缓过来了，我也离婚了。我想回去找他。你当年走得太决绝，也不知道沈听兰会不会理解你。他会的，我相信听兰是爱我的。那你打算以什么身份出现在他身边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惊喜。别看了，快迟到了。这是个沈总，旁边带了个女人啊！沈总，谁啊？沈总，以后我还是自己打车来公司吧，天天和你上下班，同事们看到会议论的。怕了？如果可以，谁会想天天被议论呢？在这样的桃色新闻里，大家对男人的包容总是多一些。沈总找我是风流倜傥、浪子多情，可我找沈总却不是了。拿着，这台车你先开着，上下班方便。我不要，这车太贵了，万一给开坏了，我赔不起。保险权坏了也不用你赔。不，我不要。拿着，就当昨夜表现好的奖励。流氓！上次的合作敲定了，下周要举办一个航空展，展厅资料你看了吗？看了，在 A 区22号展厅，处在人流的必经之路上，面积大，但展厅的费用会随着增加，可能会超出预算。钱不是问题，22号必须拿下。正好展厅的负责人是我老同学，我回头找他打个折。男同学、女同学？男同学。暗恋过你？沈总，在你眼里，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不是就必须有感情纠葛？不然呢？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谁会不动心？沈总，你还真是个无聊的。你们谈工作可以，要是让我发现别的关系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的东西不喜欢别人碰。哎，你看见了吗？那个孟晚成这些天居然是坐着沈总的车来的，而且刚才我路过沈总办公室的时候，还看见沈总把车钥匙给他了。那这肯定是要送车的意思了。而且我听说啊，这孟晚成的老公李林要被升为区域经理了。你说这孟晚成是不是陪沈总？那还用说吗？这孟助理啊，表面看着矜持，谁知道私底下那么会勾引男人，居然还能得到沈总的青睐，而且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就是可怜了廖经理，当初还以为他能成为总裁的女朋友呢。谁说不是呢？展厅的事情就麻烦你了，白哲。没事儿，咱们都是老同学了，一个优惠而已，好说。晚成，你看咱们也好久没见了，有空我带你出去玩几天，怎么样？孟晚成，喂，你打个电话不会看路呀？孟晚成，你打电话能不能看着点路啊？还好我杯子里没有接水，要是开水，你不得把我给烫死？白哲，我现在有点事，我晚一点打给你，拜拜，我先挂了。刚撞到你是我的错，我去帮你把杯子洗干净。
等等，再重新帮我接一杯水，要40度的温水，送到我办公室。好。廖经理，你的水。我突然又不想喝水了，帮我换成咖啡吧，顺便再帮我泡一杯茶，我要一起喝。就用那个杯子吧，你今天撞了我，我这点要求不过分吧？廖经理，我知道撞到你是我不对，但我不是任你欺负的。我这次回来，你要是还不满意，就麻烦你自己去倒，毕竟你也没有缺胳膊少腿。你，该死的孟晚成！啊，这是……晚成，我是认真的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和你见见。你考虑考虑，怎么样？孟晚成啊，孟晚成，真是个不安分的人。你动我手机干什么？孟晚成，我还真没想到，你一边勾引着沈总，一边又勾搭着别的男人。你真是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！把手机还给我！我今天就不还了，我倒要让大家都看看你是个……啊！孟晚成，你敢泼我！不好意思啊，对待你这种泼妇，我只有这种办法。孟晚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被沈总睡了又怎样？他喜欢的不是你，而是你这张像他初恋的脸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懂吗？我说你是替代品，是沈总的玩物。你真以为自己很有魅力？孟晚成，你要不要想一想，沈总在睡你的时候，会不会把你当成别的女人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沈总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初恋，叫梁墨彤，而你长得有个6、7分像他吧？原来沈听兰找我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呢？所以你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，铁打的沈总流水的女人，这么多年能够被沈总留下来的只有我才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人。你要是聪明的话，趁沈总还对你感兴趣，就赶紧变现吧，别等他厌倦你了，一文不值。廖经理，你这么有经验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明白吗？你这么有经验，之前是干捞女的吧？孟晚成，你这么淡定，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沈总吗？我为什么要在乎他？像沈总那样的人，想得到他的青睐，是很多女人梦寐以求的。他对你这么好，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动心吗？廖经理，你会对一个以钱权逼人的匪徒动心，可不代表我会。是吗？沈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来找我的吗？今晚的酒会，廖经理你陪我去。好的，沈总。王婉成，沈总，帮我和廖经理定一下今晚的酒店，要意见。对了，帮我订一张最软的床，我喜欢睡软一点的，动起来声音小。是，我一定订一张又大又软的床，保证沈总和廖经理睡了一次，还想睡第2次。哼，那就麻烦孟助理了。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倒是真被沈天来说中了，难道男人和女人之间真的只有感情纠葛吗？可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对不起，白哲，我一直是将你当朋友看待的。你看这样，今晚下班后我请你吃顿饭，行吗？迎接航空工作稳定，工资和待遇方面一直是整个江华市排名前3的民企，对我来说发展很大。所以不管沈庭兰把我当做什么，我一定要好好完成我的工作。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。来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啊，那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婉成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很方便。婉成，你不肯接受我，难道连让我送你回家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吗？就这一次，好吗？沈总，你过来嘛。廖经理，你会对一个以钱权逼人的匪徒动心，可不代表我会。沈总，那我帮你脱。既然廖经理已经到房间了，早点休息。等等，沈总，你今晚和我开一间房，不是那个意思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是那个意思了？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跟着我进来干什么呀？来看看梦柱里订的床有多大，有多软。沈总，您是要去找孟晚成吗？廖经理，你是在打探我的行程吗？既然我留不下沈听兰，那也不能便宜了孟晚成那个贱人。当然不是，只是有一件关于孟助理的事想要告诉你，和他背着您，在背后勾引别的男人有关。我到家了，你回去注意安全。婉成，到都到了，你不请我上去坐坐吗？现在太晚了，还是不了吧。哎呀，婉成，我突然肚子有些不舒服，可以借你家洗手间用一下吗？婉成，我们那个合作，我只是觉得能谈成，可还没完全确定呢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老公在家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你不是说你已经离婚了吗？是离婚了，但是他现在还住在家里。万一他是在说谎呢？妈的，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呀！没事，我只是借用一下你家洗手间，就算他看见了也不会介意的。走吧。万成，原来你住在这里呀？白哲，你先进。白哲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万成，我真的是喜欢你，只要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你就答应和我在一起，好不好？白哲，你弄疼我了，你先放开我。不，万成，我看你老公今天应该是不在家，我们就……看来是我打扰了二位的雅致啊！看来我打扰了二位的兴致。沈总，万成，这位是英基航空沈听兰，白经理，久仰了。原来是沈总啊，沈总好。哎呀，万成，你怎么都没告诉我，沈总在你家里啊？你应该知道，我老公不，我前夫和我都在沈总的公司。我估计今天沈总是来找他的。是，我来找李经理谈点事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等等，白哲，那展会折扣的事儿……你放心，咱们都是老同学了，这点折扣我肯定会给你的。谢谢白哲。很开心？当然开心。你要的22号展厅我谈下来了，而且他们愿意给我们8折优惠。等明天，公司应该就能收到他们的租赁合同了。有这样的好事，沈总难道不开心吗？没错，我还真就不开心。沈总，你是商人，用更少的钱获取到同等利益的货物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比起钱，我更在意的是别人有没有碰我的东西。孟助理，我记得我警告过你这件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白哲会对我有这样的心思。
所以你就答应了陪他睡？当然没有。当我瞎吗？刚才如果不是我在，会发生什么？还用我说吗？沈总，我没有那么蠢，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女人的处境本来就比男人会难一些，会危险一些，所以我自然多留了个心眼。你看，我提前找到了白哲太太的联系方式，提前编辑了这条短信。如果刚刚你不在，我就发出去了。你就不怕被白哲发现，黄了这单生意，到时候人财两空？我当然怕，所以我用的是小号。正常女人看到这条短信都会怀疑一下，给自己的老公打个电话或者查个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我又没有点清对方的姓名，之后就说发错就行了。算你有点小聪明。多谢沈总夸奖。倒是沈总您，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在我家？您不是应该在廖经理那儿吗？怎么了？吃醋了？以为我会在廖家营那里过夜？难道沈总不是这个意思吗？莫婉成，你把我想成什么样子了？我也不是什么人都吃得下的。我说你是替代品，是沈总的玩物。你真以为自己很有魅力吗？孟晚成，你要不要想一想，沈总在睡你的时候，会不会把你当成别的女人？所以，就只要长得像梁小姐就行了，对吗？谁告诉你的？孟晚成，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所以，廖佳音说的没错，沈听兰的确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中了我。抱歉，我不该过问的。我知道沈总是拿我来消遣的，我没有资格过问您的私事，我也更不需要来问你把我拿来当消遣的理由是什么。知道就好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妈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和人家李林离婚了？是李林告诉你的。甭管谁告诉我的，你就说是不是吧。是。好啊，你还真和人家李林离婚了。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就不能本本分分的过日子，居然跑出去找野男人。人家李林可是帮你弟弟还清了赌债，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这要是让外人知道，我和你爸的脊梁骨不得被戳死啊！妈，我没有做这样的事，是李林他……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总之，你赶紧去找人家李林复婚。你弟过2年还要结婚，还指望你们帮衬。这2年，你弟想在村里开个饭店，你先拿点钱出来，让他租个门面，先拿个15万过来吧，明天你就打过来。我没有钱，而且我是不会和他复婚的，赌债也不是李林还的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挂了。你先等等，难道是你找的那个野男人还的？我不管是谁给的，总之你明天先拿15万出来，不然我就去你们公司找你，看咱俩谁丢人。你能不能别这样？我明明也是你的孩子，谢谢。需要帮忙吗？不要了，我已经麻烦你这么多了，我不想再麻烦你了。那你打算给他们钱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是父母眼中的好女儿，别人口中的好姐姐，我一直按着
他们所希望的样子长大，孝顺父母，疼爱弟弟。可到头来，他们还是……可是为什么他们只知道对你索取，却从来不关心你过得好不好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从来都不知道抵抗。孟晚成，你应该为自己争一争。给你转了15万，明天批你半天假，把这件事情处理一下。我不要你的钱。你和李林的财产还没有分割好吧？你还有钱给他们吗？我可以跟别人借。那就跟我借，已经欠了我这么多了，再欠一点又能怎样？既然在工作的事上聪明，就不要在这种事上犯傻。好，谢谢沈总。我是个商人，不接受口头感谢。听不懂？听得懂。去吧。这里是7万。怎么才7万？不是15万吗？而且你就不能转账吗？非得让我过来？剩下的8万，如果你们还想要的话，就在这份协议上签字。断亲协议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竟然要和家里断绝关系？是，剩下的15万，如果你们真想要的话，就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孟晚成，你好狠的心呐！家里把你养这么大，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，居然还拿钱威胁我们，真是让你爸说对了，你就是个白眼狼啊！如果我是白眼狼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，你们每个月的生活费，家里的吃穿用度，谁在给你们打钱？是你给的，怎么了？我生了你，你就得报答我。那弟弟呢？为什么他就不用？我是你们生的，难道他就不是吗？为什么你们只会从我身上索取，就从来不问他要呢？你能跟他比啊？他是要给孟家传宗接代的，你又不是带把的，你能干什么呀？就因为我不是男孩，所以理应当我来承受这一切吗？没有结婚前，我为了你们活，为了弟弟活；结婚之后，我为了李林活。现在我离婚了，我得为自己而活一次。如果你们不签这份协议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个死丫头！你为什么离婚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勾引男人的人吗？那不然呢？你要是老实，人家李林会跟你离婚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把好日子折腾没了，你还有理了？你要没离婚，你不给，我们还能去找李林要。现在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孟俊也24岁了，别人能挣钱，他怎么就不行呢？孟晚成，你好狠的心呐！孟俊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你和小俊比起来太不孝顺了。好，我不孝顺，
拜托你们以后别再来联系我。你就不怕我去你们公司找你？好啊，你去啊，去公司找我，大不了我就辞职。我没钱了，我没钱挣了，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要试试看吗？谈的怎么样了？他同意了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原来解决这段关系这么简单。沈总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是你自己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走，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医院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你喂我。小兰呢？啊，小兰在哪儿？哎呦，老爷子，你先吃，等你吃完了，小兰就来看你了。不，燕姐，小兰，你总算是来了。你看看，老爷子不肯吃饭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来吧。爷爷，来，我喂你。这位是孙媳妇儿。哎呀，漂亮的孙媳妇儿！哎，我让漂亮的孙媳妇儿喂我。漂亮的孙媳妇儿喂我。爷爷，爷爷，我不是沈总的。我要漂亮的孙媳妇儿喂我。小兰不听话，爷爷不喜欢她了。哎呦，老爷子，你刚才不是还喊着要让小兰喂你吗？你就先吃点吧。我要漂亮新媳妇喂我。不行啊，小兰，老爷子今天可是一口饭都没吃，他要是再不吃东西，身体要坏的。不然让我试试吧。就让孙媳妇喂我。爷爷，爷爷，我们来吃一口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这姑娘是你的女朋友吧？你可从来都不带闲人来的。他不算。什么叫不算？咱们也算是有点亲戚关系。既然你喊我一声姐，那我就暂时托大帮你问一句，小兰，你也都快40了，什么时候成个家呀？再说吧，我现在还不想想这些事情。现在不想，那你什么时候想？你是不是还怀念着你的那个初恋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这个姑娘的关系不一般吧？刚进门的第一眼，我感觉她长得就像你的那个初恋。我可跟你说啊，现在的好姑娘可不好找，我看这个姑娘就不错。来，爷，再吃一口。是烫吗？爷，你吐我手上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老爷子是闹脾气呢。这粥啊，早就不烫了。我来吧。多好的姑娘啊，你可好好想想，这些年呀，你也该收心了，千万可别错过，听到了没有？我来吧。好。怎么了？从开始就出来走神儿？没什么，就是有些意外。意外什么？总不会意外我有个爷爷吧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今天的你和平时的你有点不一样。啊，小心，没事吧？
我没事儿，谢谢阿姨。去玩吧。喜欢小孩？还算喜欢吧。喜欢为什么不和李林要一个？他不能生。幸好沈总不知道我曾经差点找他借种的事。那沈总，你喜欢小孩吗？不算讨厌，那要看跟谁生。如果是你的话，肯定不能是我呀。沈总说过的，不会跟我结婚，那怎么可能跟我有小孩呢？不说这些了，沈总不是要回公司吗？刚刚南京展会公司那边派了个人过来，要和我们当面签订合同。走吧。沈总，怎么了？展会公司派来的人呢？在您的办公室里，您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沈总，您可算来了，人在里面。听兰，好久不见。听兰，好久不见。莫童，那沈总，你先聊，有什么事你再叫我。你倒是挺有本事的呀，都被沈总发现你在背后勾引别的男人了，这都能原谅你。不过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，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人吗？我需要知道吗？你在得意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这里面是沈总的初恋梁莫童。既然那位梁小姐回来了，我和沈天然的这段关系应该也就算结束了吧？那又怎么样？那又怎样？沈总的白月光都回来了，你觉得还需要你这个替身吗？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。那也比廖经理强一点，毕竟廖经理连做别人替身的机会都没有。没想到沈总的初恋居然回国了。听说当年沈总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，梁小姐就跟着沈总了。要不是家里出事，早就做沈太太了。而且梁小姐离开的时候还留给沈总了一笔钱，沈总就是凭借这笔钱才创业成功。这么好的初恋，怪不得沈总念念不忘呢。他不是结婚了吗？回来又能怎么样呢？离了，这次跟咱们公司有业务来往，这要我看就是冲着沈总来的，怕不是要旧情复燃。不信你看沈总现在身边的那个孟助理长得像谁？哎，你别说，这孟助理长得是和这位梁小姐有些像呢。像又怎么样？正主都回来了，他一暖床的。孟助理，沈总让你去办公室一趟。好。哎呀，天蓝，都怪我，是我太不小心了。没事儿，水洒了而已，一会儿就干了。沈总，这位就是孟助理吧？你好，我叫梁莫童，是蓝金刚调任的项目经理，负责这次展会的项目后续合作。我听白哲说起过你，说孟助理漂亮又大方。谢谢。梁经理也很漂亮，合作公司呢？看来沈总的这位初恋果然是专门回来找沈总的。孟晚成，这个项目是你谈成的，
后续的事儿，我打算让你继续参与，你来负责跟梁经理对接。孟助理，你别介意，是我跟听兰提议的，别的人我更不熟。不会。那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啊，是我和天兰以前的合照，你看她好像都没怎么变过，一直这么好看，对吧，孟助理？对，梁经理和沈总的确非常般配。多嘴。我扫梁经理。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听兰，人家孟助理挺好的，你别总是板着一张脸。我看刚刚都吓到人家了。我记得你以前很温柔的。那是以前对你，他是我的下属，这种事情早就应该习惯了。我也想下班了，走吧走吧。哎，晚上吃点啥去？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，送到沈总办公室。廖经理，这些不是我的工作，麻烦你找别人。这是沈总吩咐的，你是他的助理，怎么就不是你的工作了？我没有收到沈总的指令，所以就不算我的工作。廖经理如果想去沈总办公室的话，麻烦你自己去，别拉上别人。给我站住！孟晚成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？沈总和他的白月光在办公室待了一下午都没出来，你难道一点都不好奇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吗？要是他们两个旧情复燃，你可就没有机会攀上沈总了。廖经理，我再说一遍，我只是他的助理，他喜欢谁，想和谁在一起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除了债务，我和他之间以后最好也别再有什么关系了。喂，倩倩。晚成，我出差回来了，今晚有空吗？出来吃个饭呗。有空。那老地方见。好。来，晚成，这里。来看看，点的都是你爱吃的。难为你都记得，谢谢倩倩。那当然，咱俩谁跟谁啊？晚成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我听说你和李林离婚了，你们俩感情不是一直都很好吗？怎么就离了？日子过不下去，所以就离了呗。我就出个差，你怎么就出这么大的事？你自己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那你现在住哪儿？你要是没地方住，就搬我那去，我那刚好有间房子空着。不用了，倩倩，我们离婚之后房子没卖，最后归我了。那还行，反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跟我开口。万成，其实我今天来找你，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他也刚离婚，不过不是他的问题，是女方出轨了。他人特别好，还很正直，要不我给你俩介绍介绍？还是算了，我刚离婚，现在不想考虑这些事。哎呀，晚成，你先不要着急拒绝嘛。他人真的挺帅的，父母还都是机关单位刚退休的，家里条件也好。给你看他照片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还行？看得上吗？还是算了，我刚离婚，这就找也说不过去。遇到合适的就先接触呗，都离婚了，又不是出轨，你还要在李林那一棵树上吊死呢。也不光是这个原因。你就别推辞了，看上看不上的，先见个面再说呗。我刚刚给他发消息，他说就在这附近，马上就过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这家店还在开。听兰，谢谢你愿意原谅我。莫童，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。那也谢谢你。我听吴秘书说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记得我，我很开心。我也一样，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听兰，
你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？莫童，我……哎，那个好像是孟助理。李旭言，我就说婉成是你喜欢的类型吧。你看他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倩倩，倩倩，好了，我去先上个洗手间，你们先聊。其实唐倩说的没错，孟小姐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很好看。谢谢。孟小姐经常和唐倩来这家店吗？哦，我们经常来这里。这家店很好吃，你试试。好，谢谢。嘴角，嘴角有东西。孟助理对面那个不会是她男朋友吧？好了，现在没有了。谢谢。其实我是想问孟小姐你，沈总，我现在不太方便接电话，有事的话，请麻烦在微信上留言给我。怎么了，听兰？没事儿。既然碰见了，就进去跟孟助理拼个桌吧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哦，没怎么，你继续说。我是想问孟小姐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的情况你应该也听唐倩说了，我其实对你……倒是巧了，居然在这里碰见孟助理。沈总，梁经理，介意拼个桌吗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这位先生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是4个人的座位，我们已经3个人了，不方便啊。那就再加一张凳子。听兰，你看你，既然人家孟助理有朋友在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孟助理，你别介意，听兰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听兰，我看这里也没座位了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吃吧。听兰。好。坐。2位美女真的不需要我送吗？哎呀，不用，我和我们家婉成还有很多悄悄话要说呢，下次再给你这个机会。那我可要好好等这个机会。快走吧，再不走眼睛都要粘到我们家婉成身上喽。倩倩，那孟小姐，我们下次见。孟婉成，我有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问你。你是要问李旭言的事吧？倩倩，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他人很好，可是我们不合适。我们把这事先放一边，我是想问你，你和你们那个沈总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别想着糊弄我啊！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了，我对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，你就老实说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李林为了升迁，把你卖给了沈听兰，而你因为打赌输了，稀里糊涂的成为沈听兰的情人，而现在沈听兰的白月光回来了啊！等会儿，让我捋捋。那个沈听兰当初找上你，是因为你长得像她的初恋，现在她的初恋回来了，那你应该就不用继续当她那个啥了吧？应该不用了吧？所以就算你想撮合我和李旭言，就我现在的情况，我都觉得我配不上的。哎呀，有什么配不上的？这段关系马上就结束了，一段关系而已嘛，我们又没有骑驴找马。你老实说，你觉得李旭言人怎么样？他人挺好的。那不就得了？我看李旭言那小子已经被你迷住了，你要是还看得上，后面就多了解了解，别像你和李林那个混蛋似的，谈了几个月就早早结婚，结果弄成这个样子。我想想吧。
天蓝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你就住在酒店吗？刚回国，还没来得及安排住的地方，就先住这儿了。天蓝，你要不要送我进去？莫童，下次吧，今晚我还有些事儿。天蓝，你是不是爱上别的人了？当然没有，你别多想，我是真的有事儿。那好吧，天蓝，我今晚和你说的话都是真心的。我知道我突然回来，你肯定一时接受不了，我会给你时间考虑，但是你别让我等太久，好吗？好。沈总，您接下来去哪儿？去嘉禾小区。你要去找孟小姐？可是梁小姐她，是。我回来收拾东西，发现门打不开了。自从你上次把钥匙给沈总后，我就把锁换了。那是沈总要的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后面还要回来收拾东西。要不你再给我一把钥匙，我用完就还给你，绝对不会再给别人了。最后一次。好。万成，你干什么？别动我东西。这是沈总的车钥匙吧？不过，万成，你还是挺厉害的。沈总有过那么多情人，你还是头一个让他送车的。我听说沈总的白月光要回来了，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只要你好好伺候沈总，他总会念你几分旧情的。丽莲，没有遇到你之前，我不知道人有多恶心，直到遇到你之后，我不光见识了，你还让我刷新了对无耻这个词的底线。滚！哎，我东西还没拿呢。滚！别推！我走还不行吗？我呸！当了婊子还立牌坊，真能装呀！等着吧，沈总的白月光已经回来了，看你还有什么好日子。沈总。那是以前对你，他是我的下属，这种事情早就应该习惯了。孟晚成，你自己也知道，你和沈听兰之间不过是下属和玩物的关系，不是吗？所以你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心。是我。沈总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在楼下碰见了李经理，不开心。是不开心李林给我钥匙，还是不开心我来了？没有不开心。看你这表情，可真够嫌弃的。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。因为白天那个男人。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。因为白天那个男人。和他没有关系。沈总，你的梁小姐回来了。那你就可以背着我勾男人。我说了和他没有关系。沈总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你身边有了别人，我们的关系就可以随时说断就断。听过空口无凭这句话吗？我没说结束，你休想和我结束。那你又把梁小姐放在什么位置？那是我和莫童的事，他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。
那沈总，你是想让我做你和莫童之间的第三者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在伤害一个无辜女人的同时，还要跟她保持愉快的工作关系。我做不到。孟晚成，你可以离开我，但我是个商人，我不做亏本的买卖，欠我的全部还我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好，沈总，如果这次展会举办顺利，我会拿到奖金吧？到时候这笔钱我一分不要，全部还给你。剩下的钱，我把房子卖了一起还给你。你确定要这样逼我？是你在逼我！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，你爱的人是梁莫童。可是所有人都传出我和你之间的传言，如果这些话被他听到，他会怎么想？如果这些话被他听见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不会胡思乱想。他会。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受得了自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纠缠。沈总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当时找我的原因啊？就是因为我长得很像他，对吗？就是因为我是替身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我累了，我现在想要休息了。孟晚成，请你离开。你敢赶我走？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的身份？就是因为我记得太清楚了，所以我不想一错再错。喂？什么？我现在过来。怎么了？莫童未出血，现在进医院了，我现在过去找他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女人比较好懂得照顾女人。走啊，愣着干嘛？莫童，感觉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可能是今天吃的有些太辣了，还好，不算很严重。是我不好，明知道你胃不好，却没有阻止你。是我想吃的，哪能怪你？孟助理怎么也来了？哦，是沈总担心他一个大男人照顾不好你，特意让我来的。听兰，我哪有那么娇贵，还用得着孟助理专程来跑一趟？他也是担心你，你没事就好。我没事儿，谢谢孟助理。听兰，你看我也没什么大碍，不如你送孟助理回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很方便的。我想现在沈总也希望陪在你的身边。梁经理，你跟沈总真的很般配，希望你们可以早日修成正果。水果给你们放这儿了。孟助理也真是个妙人。听兰，你看，连孟助理都想让我们修成正果。那你呢？你给我的答案是什么？今天早上发生了2件关于你的大事，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。你想先听哪个？廖经理，我就是搞不懂，你为什么总往我这儿跑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工位，我可以让给你。谁喜欢你的工位？倒听不听？有话直说。第一件事儿，今天早上公司确认了李林升任经理和负责的区域在非洲。谁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当区域经理还不如不当？是不是李林惹了你？沈总为了帮你出气才这样安排的？我不知道。这件事你真不知道？廖经理，有些事情我没有必要全部知道。好吧。第二件事，沈总和他的白月光复合了。
那是好事啊，恭喜沈总了。孟晚成，你真的不觉得膈应吗？你和沈总都睡……廖经理，这里是公司，麻烦你说话之前动动脑子。我还有工作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，就先离开吧。等着瞧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哼！请进，是听兰吗？听。廖经理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告诉梁小姐一些不太清楚的秘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。确实应该还给他了。有事儿？是。进来。不用关门。我听说你和梁小姐复合了，我们还是不要让梁小姐引起误会才好。这是展会的资料，请您过目。还有这个也还给您。不用，就当送你的。那怎么行？我只是您的助理，吴经理陪您的时间可比我长，无功不受禄，您还没给他扯呢。那就当补偿。沈总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哇，你看，好好看，是哦，太好看了，漂亮啊，这花。沈总，外面怎么回事？是有人给孟助理送花，送到了休息区。婉成，李旭元拜托我送了束花给你，记得查收哦。确实是送我的花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沈总，要不要跟物业说一声，以后不准让人送花进来？不用。备车，去医院。好好看，是哦，太好看了。李旭言说他不能冒昧的直接加你的联系方式，想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。你要是想加你就加，反正就先交个朋友嘛。我的人生也得继续，不是吗？梁小姐是个聪明人，想必早就看出来沈总和孟晚成之间的不同寻常了吧？说起来，如果不是孟晚成那张长得像梁小姐的脸，沈总应该也瞧不上她。廖经理，你说的这些伤害不到我。听兰找了个像我一样的人养在身边，无非就是因为我不在，她难免寂寞，一个情人而已，养就养了。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去怪罪听兰的。但是梁小姐有没有想过，沈总不仅瞧上了，还记在心里了呢？前2天还听说沈总带着孟晚成去见了沈总的爷爷，沈总可从来不会带不相干的人去做这种事，这应该不是对待一个宠物的态度吧？莫童，莫童，听兰，你来了。燕姐做了些鸡蛋羹，我给你带了些过来。说起来，爷爷在这个医院吧？我也好久没看望他老人家了，一会儿你带我去见见他吧。好，
等你吃完，我带你去看。燕姐，莫童小姐，听兰，你怎么？你不是和梦……燕姐，我和莫童复合了。啊！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兜兜转转，还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可惜了，还以为听兰会和之前的那个小梦在一起呢。爷爷，我是莫童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孙媳妇？是，我是听兰的女朋友。等以后我们结了婚，我就是您的孙媳妇儿。不对，你不是孙媳妇，你不是漂亮的孙媳妇。爷爷，老爷子，她不是孙媳妇。莫童，你没事吧？1年前，叶得了脑肿瘤，医生说是压迫了神经，才变成现在这样。我没事儿。不好意思啊，莫童小姐，之前老爷子把沈总带回来的孟助理当成孙儿媳了。没事儿，听来还真是信任孟小姐，能带她来看爷爷。没有，只是巧合。凑巧吗？你从来不会带闲人来的。听兰，你现在心里装的人到底是谁？孟助理，我们谈谈吧。梁小姐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你和听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用隐瞒我，你之前开的那辆车，我看到了，是听兰给你的吧？那是她的车，我认得。是，但是我和沈总前后也就在一起1个月，之后也不会有什么牵扯。等项目结束，我就会申请调岗。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不舒服，我后面也可以申请离职，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们的面前。孟助理，你误会了，我今天来不是来质问你的，是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我想看看你在听兰的心里到底有多重。梁小姐，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，因为沈总爱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是吗？如果是以前，我会很笃定。可是他看你的眼神和反应很不一样。梁小姐，其实我在沈总的眼里就是一只宠物，他选择我也是因为你的原因。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爱的是你，不是我吗？你太不了解男人了，男人的爱都是从感兴趣开始的，男人的谎言也一样。他说爱你就一定爱你了吗？他说不爱就一定不爱了吗？你也有过一段婚姻，你应该知道，有些东西在男人眼里比女人重要的多。如果你比所谓的利益还重要的话，那才真的说明他爱上你了。那梁小姐，你需要我怎么帮你？3天后，听兰会带我去一场应酬，到时候我会带上你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需要跟着我说的做就好。于总，请。哟，这是……于总您好，我是沈总的助理孟婉成，您叫我小孟就可以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我让他来的，跟于总谈生意，就我们2个人也太没诚意了。孟助理长得漂亮，于总看了也赏心悦目。沈总啊，沈总，
你可太不地道了。身边有梁经理这么漂亮的贤内助不算，竟然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助理。于总过奖了，她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普通女人罢了。我给于总准备了更赏心悦目的，待会儿带给你看看。哎，我看小梦就挺好的。来来来，坐，让小梦坐我身边就行。于总，我是天蓝，只是跟于总吃个饭而已，又不是做什么。先坐吧。我给于总倒茶。还是我来吧，这里我职位最低，让你倒不合适。不用，你陪着于总就好。我来吧。孟助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都怪我，居然把茶水弄翻了。孟助理没烫到你吧？真是不好意思。没事，现在天气热，一会儿就干了。孟助理不光脸长得漂亮，就连身材也是1等1的好啊。那是当然，我们孟助理不光人长得漂亮，身材好，性格也好。要不然听兰怎么会让他做助理呢？是吧，听兰？莫童，跟我出来一下。那婉成，你先陪着于总。听兰，怎么了？怎么把我叫出来了？莫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说我让于总注意到孟助理的事吗？你明知道于总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就是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才选了孟助理。你不是很想拿下这次合作吗？与其交给别人，不如让孟助理来办这件事。他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听兰，你是一个商人，给合作伙伴送女人这种事不是经常有的事吗？到时候给孟助理一笔钱就好了。他不是做那种事的人，我就把他叫出来。听兰，现在于总已经看上了孟助理，只要过了今晚，你就能拿下这个合作了。你确定你要放弃吗？而且听兰，你现在是我的男朋友，你这么做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还是说听兰，你爱上了孟助理？还是说听兰，你爱上了孟助理？当然没有。莫童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那不就行了？既然不爱，是孟助理还是别人又有什么关系？听兰，这可关系到公司的合作大事。你在这种事上，一向可是最冷静的。听兰，我们先进去。他是真的爱上他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我也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小梦的腿上。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那就先吃饭吧。哎，来。于总，您看咱们这顿饭吃的也还算开心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签合同？我今晚回酒店再好好想想。那不如让孟助理送您回去吧。好啊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就是不知道麻不麻烦小梦。不麻烦，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，是吧，听兰？这也是沈总所希望的事吗？那既然是你所希望的，那好，那我就去。那听兰，咱们也走吧。你不是说今晚要带我回你家吗？
于总住的地方离这里远一些，不过也快到了吧？这也是沈总所希望的，是吗？那既然是你所希望的，那好，那我就去。莫童，你先进去吧，家里的密码你应该知道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。是去找孟助理吗？莫童，听话，你先回去。你先告诉我，是因为孟助理吗？我不在的时候，是他在陪着你，对吗？听兰，你在意他是不是？莫童，你别瞎想，我是觉得孟助理不适合做这种事情，他提前不知道，万一得罪了于总，得不偿失啊。那如果我告诉你他不会有事儿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或者我换句话问，听兰，你还爱我吗？对不起，莫童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好吗？沈总，小梦不是说你有急事来不了了吗？于总，于太太，是有急事儿。啊，于太太，我就说吧，我是托沈总的吩咐过来找于总签合同的。于总，拜托了。沈总可真有眼光啊，能找到这么能干的助理。于总过奖了，您身边有一位这么美丽端庄的太太，怪不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孟助理不光长得漂亮，嘴巴也甜，以后用心做事，会有个好前途的。夫人过奖了，我会的。那好，我们先上去吧。于总，于太太再见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梁经理安排的。他说于总好色，但最怕家里的太太，所以可以让我全身而退。喏，这是合同。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这个，你还是去问梁经理吧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。我说了，我送你回去。谢谢沈总。好好休息。梁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刚刚沈总他……我知道。那梁小姐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吗？算是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来找我。那接下来梁小姐打算怎么办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会成为你们感情里的阻碍。这个问题，你明天就知道了。倒是你呢？如果我不在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会爱上听兰吗？他愿意为了你放弃唾手可得的利益，可见他心里有你。可是他也曾动摇过，不是吗？难道钝刀子割肉就不疼了吗？这里有200万，算是我给你这次配合我的报酬。这怎么可以？我不能要。拿着吧。我想，有了这笔钱，你未来会有更多的选择。就当是我想和你交个朋友。
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以后可以叫我一声墨桐。好，谢谢墨桐。文成，明天可以约你吃个饭吗？好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沈总，没有找到梁小姐的踪迹，不过有人给了我这个，说是梁小姐拜托转交的。听兰，我大概是这世界上最自私的女人吧。10年前，面对家里的压力，我狠心地抛下了正在创业、最需要支持的你。如今10年过去，当我发现你的心里真的已经住进了别人，谢谢。我又一次选择了离开。我知道你不会和我分手，甚至会娶我做沈太太，可我终究没办法接受你爱上了其他人。最后再说句题外话，孟小姐是个好女人，如果你真的想和她在一起，就好好珍惜她。我走了，望珍重。沈总，这次不是梁墨桐小姐，是孟助理。孟助理刚刚提交了离职申请，还有一张银行卡，说是还给沈总的钱。还有，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男人来找孟助理，2个人似乎很亲密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在哪儿？真的有像外星球的海岛？对，就是这个海岛。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好啊。文成，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，不单是说这个，你也看得出我对你的心思。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追你的机会？孟晚成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所以沈听兰和李旭言，你到底选择哪个？你猜？我才不猜。你不会他们2个都不选吧？为什么？沈听兰曾问过我一句话，她说离开了婚姻，你就过得不安稳了吗？我以前总觉得是家庭困住了我，是婚姻，是生活困住了我，可到头来才发现，原来困住我的只有我自己。前30年我一直都在作茧自缚，所以现在与其考虑和谁过得安稳，不如先学会为自己而活。